杨紫欣喜《长相思》200万人预约争赌她平一关键几下白鹿受封4大甜妹。杨紫与张晚意搭档演出的古装剧《长相思》在去年9月杀青，剧中她将与谭健次、邓为及王弘毅有感情纠葛，复杂五角恋成为最大看点，目前已经破200万预约人次，显见人气不俗。同时，微博票选出新版4大甜妹，杨紫也名列其中，堪称是兼具美貌与演技的女神。《长相思》在杀青近1年之际，剧组近期又集结众演员合体拍剧照。杨紫透露，这半年来瘦身成功，穿上戏服明显感觉自己瘦了，网友也夸赞她穿起古装更为出挑。而杨紫之前直播时就曾透露对于《长相思》这部戏的喜爱，回违半年再度穿上戏服，也让杨紫直呼一下就带我回到去年夏天。《长相思》对我来说真的是特别的经历，真的很感恩。流量女星人才辈出，不少人都是以甜妹形象出道走红，显见观众对于清纯女星的好感度特别高。微博上选出新版4大甜妹，包含赵露思、虞书欣、田曦薇、杨紫。虽然被认证甜妹是美式一桩，但相较其他3人出道经历较短，以童星出道的杨紫，声势方面也胜于其他3位女星，因此不少粉丝也直呼别给杨紫这种毫无意义的头衔，她不需要。她有颜有演技，更早出道，不需要跟这些女星比较，拉低档次。事实上，杨紫在1999年就以电视剧《如此出山》出道，当时年仅7岁的她，脸上还有明显的婴儿肥，看起来相当稚嫩可爱。而她一路以来爱惜羽毛，鲜少传出负面传闻，因此甜妹形象深植人心。但杨紫如今已经30岁，正是力求转型的时刻，因此不想被冠上甜妹标签。网友也直呼可以理解，认为她即便没有甜妹称号，也无损她在演艺事业方面的表现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白鹿主演的《长月烬明》才刚杀青，人气正是飙升的时刻，却意外跌出4大甜妹排行榜中。网友推测是因为白鹿过去常说出贬低女性言论，开口闭口就是我是男人，因此流失很多观众缘，且她仍在事业上升期，在宣传阶段，甜美少女的称号是相当需要衬托自己的。相比于杨紫的洁癖和自爱，白鹿是因为不幸而失去了人气，可谓得不偿失。02，宁安如梦和长相思2大古装剧，哪一部更值得期待？前2天写了《九路飞翔》，现在是霸屏作家，基本上他的小说一部又一部被改编，有的已经成为热播剧，创造新的顶流剧，有的至今依然火爆，有些还在播出或拍摄的路上。再来说说即将播出的2部剧，隐隐约约似乎是爆款剧，作者实力还不错。这2部大剧的原著作者都是实力派，《长相思》的作者是桐华，曾经的银幕霸主之一，大漠谣曾《无极最美的时光》等，是一代人的回忆。那时我还记得桐华为什么会被授予虐女作家和恋爱女王的称号，他笔下的男主们如火般凶猛奔放，如水般温暖内敛，女主们不知道该如何选择，但她们又被卷入了一些事情，结局未必是幸福的、刻骨铭心的，但悲剧太多了。就像生前未曾见过四爷的若曦，因云歌而被枪杀的孟觉，以及西陵恒与蚩尤的爱情，也都以悲剧收场。但后来桐华的作品也因为历史人物，甚至是炎黄传人炎帝、黄帝等人物，引起了不小的争议。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黑人祖国的黑人祖先，但毕竟我们的祖先或者历史人物是不能随便改编的，他们的传说和历史事件也不应该简单的用爱情来解释。于是桐华和他的作品逐渐淡出荧幕，只剩下这部《长相思》。宁安如梦的原著是昆宁，作者施静也是晋江文学成人。施静也是一位多产的作家，代表作有昆宁和我不是神仙。他作品中的主人公都足智多谋。昆宁的第1本书其实节奏并不快，一直在为女主体验第2人生的前奏做铺垫。男女主都离开了一半的本子，还没有正式交锋。一个是前1阶段银幕大师的小说改编，一个是新作者的力作，两者各有特色。长相思会不会过时？宁安如梦会不会神奇变身？是大家所期待的。让我们谈谈故事元素。在故事元素上，2部剧有一些相似之处。女主很忙，这也是我们会把这2部剧放在一起说的原因。
长相思的故事是流落在外的小妖河图山景、九头妖香柳以及表哥这几个人之间的故事。他的前传是黄晓明、宋茜主演过的《上古情歌》，当时很差。小妖和表哥之间互相扶持，和香柳之间互相利用，但也有特殊的情分。河图山景之间最像是要细水长流、长长久久，但却因为一些事情不得已相守，只得分离。这3种感情和缘分之间的纠葛，以及各大部落之间的交锋，女主要处理的复杂感情还真是可见一斑。有多少爱可以重来，有多少人值得等待？而宁安如梦，我们的女主在第2次重生之后，她要面对的还是上一次曾经给她带来伤痛的种种人。造了反逼她上一世去死的男主，她上一辈子非常愧对的小臣下，她青梅竹马的小侯爷，还有她曾经利用过的人。这部剧集里面也是不缺男性角色的，且每条线都有每条线的精彩，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的观众可以看个够。关注度都不低的2部剧，本来听说《宁安如梦》就要上线，但是据说又因为一些原因推迟了，《长相思》可能会先于我们见面了。而这部白鹿和张凌赫的真 CP 谈恋爱剧集，不知道要压到什么时候了。03，王一博在电影圈混得那么吃香，为什么不拉一把曾经的好搭档肖战？相信这段时间大家都发现了，王一博简直是高开高走的情况。尽管关于他不识字的传闻的确让他被恶心到了，但不可否认的事情，他近些日子的发展是相当不错的。今年就出演了诸如《长空之王》《无名》，还有一部叫《中国青年我和我的青春》。据说7月份还有一部叫黄渤和他搭档的电影《热烈》要上映，因此他在电影圈可谓混得风生水起。但与此同时，别看王一博在圈内混得那么爽，相比之下，隔壁有个人的日子就不太顺利了。没错，这人便是昔日他的搭档肖战。肖战这些日子来是什么情况，大家都明白了，他都快混到跟鹿晗一个情况了，已经到了快无戏可拍的地步，完美上演了啥叫凉凉夜色。看到昔日的搭档混得有点惨了，再加上自己的日子混得那么好，王一博会拉一把肖战吗？有些人可能会说他们一定会，毕竟以前他们是那么的甜蜜，合作的时候也很亲密，他们绝对不会放弃对方。的确，从个人的情感角度来说，确实是这样，但这只是从我们个人的角度来看。其实我觉得王一博和肖战几乎不可能在一起，就连王一博现在也可能开始彻底清理他们了。两者的关系是可能的，因为很简单，肖战现在已经不是顶流了。很明显，这些年市场对流量明星越来越反感，这也是为什么肖战在电视剧和电影中的作品越来越少的原因了。肖战已经硬是被背后的资本抛弃了，当资本不愿意再表扬他的时候，肖战被淘汰只是时间问题。王一博选择了助他一臂之力，这个是来做什么的？纯粹是在给自己制造仇恨，谁来找自己的麻烦？其次，他背后的势力也不会答应。要知道，王一博再厉害，也架不住背后的经纪公司。没错，他的背后是乐华娱乐，肖战的背后是一家公司，那个叫仲夏乐的公司。虽然看起来像是2个不同的公司，但是他们2个其实是2个不同公司的合作。一旦你拉了他，就意味着你要和背后的公司合作。难不成王一博心虚了，他们身后的乐华娱乐就要犯困了？显然这不太可能。另外，2人之所以合作，是因为肖战和王一博合作的时候，1+1等于3。有的时候，王一博再拉他一把，就等于给自己找麻烦。这年头，感情在利益面前毫无意义。况且王一博其实完全可以无视他们，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很重要。04，宁安如梦已定档，2023年会不会成为爆款剧？不得不说，这2年发展势头最好的女星中，一定少不了白鹿。周生一样和常跃进播出后，她的人气增长速度惊人。秀场中的每一款造型都极为惊艳，完美凸显了自身颜值优势。宁安如梦改编自石敬的小说《昆宁》，是一部讲述女主重生心机的小说。白鹿在剧中饰演女主江雪宁一角，江雪宁无依无靠，是一个有美貌、有心机、肯奋斗的girl。她不择手段谋取权势，处心积虑当上了皇后，却在宫变中被逼自杀。重生后，她想要活得坦荡潇洒，
却在青梅竹马的小侯爷和当朝帝师谢威还有清正良臣张遮之间摇摆。最后，他与帝师谢威联手筹谋，历经磨难，合力揭开20年前平南王事件真相，两人终成眷属，改变人生结局。剧中男主一角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。张凌赫虽不算顶流男神，但入圈以来资源还算不错。不仅和陈瑶合作过《我的少女大人》，还在《苍兰诀》中饰演长恒一角，一身白衣，气质出尘，让人印象颇深。陆、张凌赫两位主演古装颜值都很高，有 CP 感。白鹿饰演的江雪宁，张凌赫饰演的谢薇，你期待吗？